在贵州雾川县的大山深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悬崖村庄。想要来到这里啊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，需要沿着峡谷走几公里呢，才能来到悬崖村的村口。整个进山的路啊，都是一个平坦的峡谷。这个悬崖村上呢，我们看到也都是废弃的房屋。这么漂亮的环境，这些人怎么都不在这里居住了呢？咱们今天呢，就徒步上去一探究竟。这个山里的水呢，也是清澈见底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顺着这个小溪流往上走。那个电线杆呢，是拉到里边的电线哈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听外边的村民说是集体搬迁的，但是呢，依然有人留守在这个大山里边。今天这个太阳呢也比较大啊，好在这个峡谷里边呢都吹着凉风啊，凉风绕绕的，就不感觉到热。大家看看这里边的水是真的非常的舒服啊，清澈见底。我们反正就是顺着这个电线杆走，就能走到里边，大概需要步行3到4公里的一个时间，40来分钟到个把小时之间哈。这个里边啊，真的是挺适合发展一下产业的。整个这个下边呢，一个峡槽全是特别好的土地。那我看那些草呢，也是非常的茂密啊。如果说在这里发展养殖业的话，我觉得相当不错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，就是这个里边是不缺水源的，它是属于一个山上的峡槽地带，所以说不缺水源。你们看到那里没有？竟然悬崖上还有那个小瀑布流下来。这儿的环境啊，真的是世外桃源般的感觉，对吧？那好像是一个山洞吗？那个地方好美啊！这儿你们看看。那这个村子呢，就是坐在这个悬崖上边。这里呢还有一道山门，对不对？你们看看这个地方，真的挺美的。这个电线从这里跨上崖壁，然后这里一道门一封死呢，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，对不对？走上悬崖来了，看看这个崖壁口，一大片的这个大树木。这儿咱们已经看到一个废弃的房屋了，这就是悬崖村上面的景象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一圈全部是这个山体围住的，然后这个村口这里呢，这个下方就是悬崖峭壁所阻隔，所以别人要来的话没有办法来，只有这里有一条路。如果说在远古时代有人在这个崖壁口这里把守着的话，是没有人能够来到这里的啊。这些大片的土地都是荒废的，这个土地里面长满了这个毛杆草，这个草你们知道吗？是牛最喜欢吃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又是养殖的天堂，又是避暑的天堂，又是与世隔绝的那种世外桃源。感觉这个村子应该是荒废了好多年了。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还有变压器。一旦安装变压器的地方，他居住的人就不是3户2户啊。如果居住的人少，他不可能装变压器的。所以证明这个悬崖上这个坪吧，以前居住的人应该是不下10户啊，应该不下10户。哎呦，看到这些毛杆草，我就真的觉得可惜，就应该在这里边搞养殖。我稍微再往前走一点吧。这看着这个杂草丛生的，说实话，走起来就怕这个林子里面突然间窜出来一条老说说的话，就吓一跳。这些房屋都是没人居住的，这里有一片哈，这个房子后面有一栋，
那边有2栋，然后我们再往这个山里面看，全是荒废的农田。你们说这个环境，这样的房子荒废了，是不是有点可惜？而且你们看看这个公路是挖过来的，就是以前这个毛公路是挖过来的。咱们就不往里边走了哈，里边都是大山。然后这一个房子呢，大家可以看看，感觉像是以前的大户人家。中堂那里挂了好几块的牌匾。你们知道咱们这边以前就是家里办酒什么的，别人就来送那个牌匾。一开始呢是那种只带字的，后来呢是带什么彩灯的，反正再后来呢就没有人兴这个再送这个牌匾什么的。我目测了一下哈，这个上边平坦的土地怎么说都有几百亩，但是看得出来荒废的太久，最少有10年的时间。哎呀，昔日的人间烟火啊，如今的一片荒凉。那个地方有一个破房子，那个房子好像有人住嘞。我们这个远远看去啊，左边已经烂掉了，就是右边上边还盖有一些铁皮，但是看得出来这里在养蜂，外边有好多的蜂桶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哈。这蜜蜂养得非常不错啊，这么多桶。有人在家没有？钟瑶。但是他这个房子呢是肯定是不能住人的，这边就是为了在这里工作，对吧？在这里做这个新的蜂桶，然后养蜜蜂。这个房子呢，我们看了一下是没有办法住人的，它这里就是一个工作坊。那么整个这里边看了下来呢，那边那几栋房子呢也是废弃的，没人住的，那就剩下悬崖村口那个地方那个房子。只有这个房子呢才有可能居住人，上面的呢都不大可能了。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在家哟。这个门口还掉了一些山烟，你们看它这个房子还没有挨地啊，这里是悬空的。哎呀，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遗憾，看看门都上锁了。今天还有一个事情是更遗憾的，我走了3-4公里的路，无人机背着了，但是发现遥控器竟然没背。哎呀，犯了这种低级的错误，所以这里很详细的那种航拍呢，估计就看不到了。这里的海拔是1100多米，特别适合人居的地方。这个悬崖村上边呢，其实环境非常的漂亮，而且不缺水源。这个土地面积呢也有几百亩，周边呢都是山林。所以这样的资源呢，应该非常不错。村口的这个崖壁呢，看去也有100多米高。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呢，还可以看到瀑布飞流，非常的美啊。那么我们从空中来看呢，整个悬崖村上边所有的土地呢，全部是荒废了，而且长出来的杂草呢，都有好几米深了，非常的可惜。我感觉居住在这里的人，他们的祖先呢是非常的会选地方啊，属于那种易守难攻的地形，对吧？我知道看我视频的朋友呢，有一些想到山里创业，有一些想隐居，有一些呢又想找避暑的地方。你们觉得这里怎么样呢？现在呢，我还不知道这里的详细地址叫什么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地方呢，我回头到山下问一问，把详细地址呢跟大家说在评论区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云贵川3省的交界处。看到我身后这个界碑吗？鸡鸣3省。这边呢有一个牌子，我的右手边呢就是贵州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四川的叙永县。过了这个鸡鸣3省大桥，对面呢就是云南的正雄。这个地方啊，为什么起名鸡鸣3省呢？因为不管是哪个省的鸡叫啊，大家都能听得到。还有一个，我们中国的版图呢，本来就是一只雄鸡。所以说起名鸡鸣3省呢，也是有非常好的寓意的。四川的叙永这边呢，修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坝，所以说咱们到这儿来游玩呢，停车是非常方便的。这边呢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，如果大家来到这里游玩呢，喜欢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呢，其实可以带一些回去，对吧？那么这边呢就是鸡鸣3省大桥。这儿就是
鸡鸣山省的一个界碑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牌子上，是吧？这边是贵州，前方是云南，这里呢就是四川。咱们走大桥上去看一下。鸡鸣山省大桥呢，它是建在云南和四川的一个大峡谷内啊。这里建造这座大桥呢，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。大概是在1982年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提议要建这座桥了，但是一直到2016年才开工，2020年呢才建成这座大桥，前后相当于是花了38年的一个时间，所以建这座大桥呢，也克服了非常多的一些工程难点。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呀，他们盼这座大桥呢，也同样是盼了38年。可以说很多人呢，从小伙儿就开始盼啊，盼到自己都老了，这座大桥才建成，所以非常的难，也非常的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啊。站在这个桥上啊，我们就可以环顾云贵川的美景，那么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国壮丽河山的那种澎湃气势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中间的公路呢，就是通车使用的，两边呢就是步道。因为这个大桥它的功能不只是为了通车，更重要的是链接两地的老百姓。在这个大桥没有通车之前啊，四川这边的村民要到云南这边去走个亲戚呢，都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他们要从这边的悬崖峭壁上走栈道过去，然后再下到崖壁底，再过河呢，再从那边的崖壁爬上去，才能到达那边的村庄。相当于这里可能只要几分钟就能走过来，但是以前的话需要1-2个小时才可以过得了啊。那么以前呢，他们就是走那个崖壁啊，走过去，然后从这边下到河边，然后呢再往这边爬上来，整个路途非常的艰险，而且以前的话还需要肩挑背扛，所以说呢，每一次的通行啊，都是一次历险记，非常的不容易啊。前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呢，就是果哈大峡谷，这一条呢就是果哈河。那我们真正的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鸡鸣山省的一个交界处啊。这里大家看到吗？正儿八经的鸡鸣山省交界处，就是这两条河流相交的地方。有的朋友呢会问，这个四川和云南的倒是有这个桥链接起来了，非常方便。那么到贵州为什么不搭个桥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这边的这个海拔呢，跟咱们贵州那边的崖壁上呢，它的落差太大，可能有200来米的一个落差，所以它是没有办法架桥的，所以只能呢从这个路往两边去延伸呢，才能到达贵州的地界哈。上方那里呢，就是我们贵州修建的鸡鸣山省景区啊。站在这个上面呢，看到的景它又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如果用无人机从前面的镜头打过来呢，相当于这里呢是2个8字牙的形态哈，怀抱的一个形态，就是我们贵州是2个大怀抱是吧？把这边给抱住，这种感觉哈非常的有意思。我觉得云贵川三省这3兄弟啊也是特别有意思啊。他们看到这里有几条很深的峡谷，几条河流，把这里的地界分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他们3兄弟分家呢，也从这里分开。有河流隔着，咱井水不犯河水。这几兄弟关系呢，他也处得好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没有什么瓜葛，我们以河流隔断了，对不对？河流大家共用，两边的山各自管各自的，有什么瓜葛呢？也不可能扯皮。所以呢，3兄弟的关系呢也非常的好。以后大家分家呀，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哈。这个地方呢是3省交界，它也是3河交界的地方。我脚下这条河呢叫做果哈河，上游的那条河呢叫做渭河，下游这条河呢叫做赤水河。我查了一下这个赤水河呀，它的起源说是在云南镇雄哪个镇，但是从这个鸡鸣山省的这个标注来看呀，赤水河是由这条果哈河和渭河2条河组成的赤水河，所以我觉得说赤水河的这个起源是鸡鸣山省呢，可能会更加贴切一点。
大家说是不是？